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呦喂，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可真是让我这个当红娘的又惊又怕又心疼。这个女孩子叫玉珊，是上海某知名模特公司的一名高级模特，那颜值啊，真的是天仙级别的美女。要说现在的年轻人，有长相有事业的，找对象应该不难吧？可是这姑娘偏偏相了好几次亲都没成。那天她来我这里的时候，穿着一身米色西装套装，1.72米的个子，皮肤白得发光，眼睛大大的，鼻子又高又挺，标准的美人胚子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会找不到对象呢？聊着聊着才知道，原来玉珊的条件太好，反而成了她找对象的绊脚石。她不仅长得漂亮，还是上海本地人，家里有2套房子，父母都是高知，她自己年薪也有60多万。好多男方一听这条件，要么自惭形秽直接退缩，要么就是看上她的家世，想着占便宜。丽姐，我真的很烦恼。玉珊坐在我办公室里，端着保温杯，小口小口地喝着枸杞泡的水。我都29岁了，身边的闺蜜都结婚生子了，就我还是一个人。我妈天天催我，说再不找就真的剩下了。我听了直摇头，哎呀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种事情讲究个缘分。不过你这情况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我认真地看着她说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找个台湾的男生啊？台湾？玉珊愣了一下，为什么要找台湾的呀？我笑着解释，你想啊，台湾的男生大多比较温柔体贴，受儒家文化影响深，待人处事都比较细腻，而且我观察你这性格，就适合找个文质彬彬的男生。再说了，台湾那边的男生对大陆女生印象都不错，特别是对上海女生，觉得既有品味又独立。玉珊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丽姐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两岸通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你放心，我拍拍胸脯，我之前就帮好几对两岸的年轻人牵线搭桥，都成功了。而且啊，我刚好认识一个台湾的红娘，跟她合作过好几次，要不要我帮你问问看？就这样，我把玉珊的资料发给了台湾的阿梅姐，没想到这一发不要紧，阿梅姐那边立刻就有了回音，说是有个条件特别不错的男生，叫百祥，在台北开了一家科技公司，今年32岁，身高1.8米，长得帅气，最重要的是人品特别好。我赶紧把百祥的照片和资料发给玉珊看，这不看不要紧，一看玉珊眼睛都亮了。丽姐，这男生也太帅了吧，而且看起来好温柔哦。是啊是啊，百祥那张照片，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，站在公司门口，笑得特别阳光。虽然隔着屏幕，但是那种书卷气和儒雅感扑面而来，一看就是那种会照顾人、疼人的男生。我心里暗暗高兴，看来这次真有戏，马上就安排他们视频见面。第一次视频，2个人聊了整整3个小时。你说说，现在的年轻人哪有能视频聊3个小时的？这不就是缘分来了吗？接下来的日子，玉珊和百祥每天视频煲电话粥，从早上聊到晚上。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，刷刷小红书，还能看到玉珊发的动态。今天又和她聊到凌晨2点，真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。哎呀，我这个老红娘看着年轻人谈恋爱，心里那个美啊！但是谁能想到，这才刚开始，后面还有那么多事情等着他们呢。想到这里，我都忍不住掉眼泪。但是既然开始讲了，那就继续往下说吧。经过1个月的视频交往，百祥决定飞来上海见玉珊。那天我也在场，看着百祥拎着一大堆台湾特产，风尘仆仆的从机场赶来。他比视频里看起来还要帅气，身材也特别好，最重要的是那种谦谦君子的气质。玉珊，终于见到你了。百祥一见到玉珊，眼睛都直了。我偷偷观察他俩的眼神交流，哎呀妈呀，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眼里有星星吗？玉珊带百祥去尝了上海本地特色菜，我看百祥吃的可香了，一个劲的夸，好吃哎，真的好好吃，比台北的口味不一样呢。那个哀字说的可爱极了，玉珊在旁边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，可不是嘛，台湾男生就是这点好，特别会说话，知道怎么哄女生开心。百祥在上海待了1周，每天都带着玉珊到处玩，他们去了外滩，去了田子坊，去了迪士尼，
我看玉山发在朋友圈的照片，两个人简直就是在拍偶像剧嘛。临走前一天晚上，百祥请我和玉山吃饭，饭桌上他很正式地跟我说，丽姐，谢谢你介绍玉山给我认识，我很认真地想过了，我想要跟玉山在一起，也希望他能来台湾发展。我们公司在台北算是小有名气，我有能力给玉山很好的生活。这孩子说的可认真了，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喜欢玉山，不过我还是得为玉山把关。百祥啊，你要知道，远嫁台湾不是小事。玉山在上海有很好的事业，要放弃这些来台湾，你得对他更好才行。我知道的，丽姐。百祥点点头，我跟家里人都商量过了，他们都很支持。我妈说，要是玉山愿意来，就把我们家祖传的翡翠手镯给他戴。哎呦，这话一出，我就知道这事儿有谱。台湾人最重视传家宝了，百祥妈妈愿意把祖传的翡翠给玉山，这说明是真心接纳这个准儿媳妇啊。玉山听了这话，脸都红了，我看他偷偷抹眼泪，心里也跟着感动。这世界上有什么比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更幸福的事呢？百祥回台湾后，两个人的感情发展得更快了，视频电话从来不会断，而且经常互相快递小惊喜。有一次我去玉山家，就看到他家餐桌上摆着一大堆台湾特产，凤梨酥、牛轧糖、珍珠奶茶包，还有一大束风干玫瑰。丽姐，你看，这是百祥寄给我的。玉山开心地跟我分享，他知道我最近工作压力大，特意准备的。这男生也太会了吧！我在心里暗暗为百祥点赞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百祥就又飞来上海了，而且这次是带着求婚戒指来的。你们猜他是怎么求婚的？在外滩的观景台上，百祥单膝跪地，掏出一枚钻戒。亲爱的，我知道要你远嫁来台湾不容易，但是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疼你，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玉山当场就哭了，使劲点头说，我愿意。这场求婚我也在场，亲眼看着这一幕，我这个老红娘的眼泪也止不住的往下掉。可是谁能想到，这甜蜜的求婚之后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。婚礼定在了3月份，选在台北举办。玉山把上海的工作都安排好了，准备婚礼后就直接在台北发展。本来一切都计划得好好的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啊！就在婚礼前1周，玉山突然发起了高烧。一开始他以为是太劳累了，吃了点退烧药就躺着休息。可是这一发烧不得了，整整烧了6天都不退，我们都急坏了。百祥更是天天打电话问候，丽姐，玉山还是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我飞过去陪他看医生？百祥在电话那头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我赶紧安慰他，你别着急，我已经陪他去医院检查了，医生说可能是免疫力下降，开了点药，应该很快就会好。谁知道这话说得太早了，玉山吃了药，不但没好，反而更严重了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，连床都起不来。我和他妈妈轮流照顾他，可是眼看着婚礼日期越来越近，他的情况却一点起色都没有。百祥坐不住了，立刻买了机票飞来上海。一见到玉山躺在病床上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，百祥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看医生的结果更让人担心，说玉山这情况不简单，建议转院到台北的大医院做详细检查。这下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，婚礼肯定是办不成了，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玉山的病治好。百祥二话不说，立刻安排了医疗转运专机，把玉山接到了台北最好的医院。玉山的父母也跟着一起去了台湾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把原本喜气洋洋的婚礼行程全打乱。但是百祥一点怨言都没有，天天守在医院里照顾玉山。百祥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玉山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眼泪汪汪地说，傻瓜，别说这种话。百祥心疼地擦掉他的眼泪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的身体养好，婚礼什么的都不重要，大不了我们重新安排，好不好？可是玉山的病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发烧是退了，但是他整个人特别虚弱，而且腿部开始出现红肿。台北医院的医生们看了都直皱眉头，说这情况很不寻常，必须住院观察。就这样，玉山在台北医院一躺就是60天，医生们做了各种检查，可就是查不出病因。眼看着玉山越来越虚弱，大腿根部的红肿越来越严重，
我们都急得不行，百祥更是心疼坏了，每天变着花样给玉山买好吃的，就希望他能多吃点。公司的事情也全都交给助理打理，自己天天守在医院。晚上医院不让家属留宿，他就在医院外面的便利商店做到天亮。丽姐，你说玉山这到底是怎么了？百祥一边给玉山削苹果，一边跟我说，我看他每天都这么难受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我叹了口气，百祥啊，你要有耐心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照顾玉山，一定会查出原因的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真正的原因竟然是这个。哎，说到这里我都不敢往下说了，实在是太让人心疼了。但是既然开始讲了，那就继续吧，让大家也知道这对年轻人经历了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年轻的住院医师在查房时，发现玉山大腿根部的红肿有些不太对劲。这位医师之前在皮肤科实习过，觉得这症状很像是某种过敏反应等等。那位医师突然想到什么，赶紧翻开玉山的大腿根部仔细检查，结果这一查不要紧，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。原来玉山大腿根部藏着一个已经发炎化脓的伤口，而且伤口里竟然还藏着一根极细的银针，这根银针都已经生锈了，藏在皮肉深处，要不是这位医师仔细检查，还真发现不了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都惊呆了。玉山更是一脸茫然，完全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被银针扎到的。经过仔细询问才知道，原来这根银针是在上海一家美容院做纤体时留在身体里的。玉山之前一直很注重保养，婚前为了穿婚纱更漂亮，去做了一次纤体护理。谁知道美容师操作不当，银针断在了他身体里，这下可把百祥给气坏了。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吗？玉山忙安慰他，没事的，现在找到原因就好。可不是吗？找到病因就等于找到了救命的关键。医生立刻安排了手术，把那根作恶的银针取了出来。手术很成功，但是医生说玉山这次真的是太危险了，要不是发现的及时，后果真的不敢想象。手术后的第3天，玉山的各项指标就开始好转了，整个人精神也好了很多，脸上重新有了血色。百祥高兴坏了，赶紧去买了一大束白玫瑰，还有玉山最爱吃的凤梨酥。玉山，太好了，你总算要好起来了。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玉山笑着说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2个月要不是有百祥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撑过来。他真的好好，从来没有因为我生病而抱怨过一句。是啊，这2个月里，百祥的表现真的让所有人都很感动。别说抱怨了，他还一直安慰玉山，说什么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的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有一天晚上我去医院，正好听到百祥在病房里跟玉山说话，亲爱的，等你好了，我们重新安排婚礼好不好？不用办得太隆重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这次生病让我更确定，这辈子我非你不娶。听到这里，我差点在门口就哭出来。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分分钟就掰了，能有这样的真心实意，真的很难得。但是故事还没完，后面还有更感人的事情呢。要不要听听看他们后来是怎么办婚礼的？那场面真的是让所有人都感动得稀里哗啦。经过3个多月的调养，玉山终于完全康复了。这期间，百祥一直陪在他身边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玉山不仅恢复了健康，还胖了一点点，脸蛋圆润了，整个人看起来比之前更有气色了。丽姐，这次生病让我明白了很多。玉山拉着我的手说，以前我总觉得结婚要办得风风光光的，要让所有人都羡慕。但是现在我觉得，能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百祥的父母在玉山住院期间，也经常来医院看望他。百祥妈妈心疼得不得了，说你要好好保重身体，我们家百祥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媳妇，是他的福气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百祥妈妈有一天来医院，特意带来了那条祖传的翡翠手镯，她亲手给玉山戴上，说这条手镯戴了3代人了，现在传给你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。玉山当场就哭了，抱着百祥妈妈说，妈，谢谢您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份爱。婚礼重新定在了8月份，地点还是在台北。这次的婚礼比原计划的简单多了，但是却比原来温馨感人的多。
婚礼当天，玉山穿着一袭简约的白纱，手腕上戴着那条翡翠手镯，美得不可方物。百祥西装笔挺地站在她身边，目光中满是宠溺和深情。最感人的是百祥的婚礼誓词，他说：“亲爱的，这几个月的经历让我更加确定，你就是我这辈子要守护的人。我承诺，无论生老病死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我爱你，不是因为你多漂亮，而是因为你就是你。”这番话说的在场所有人都哭了。我站在台下，看着台上相拥的新人，心里感慨万千。这哪里是一场普通的婚礼啊，简直就是一场爱情的考验和见证。现在玉山和百祥在台北过得很幸福。玉山在百祥的公司帮忙做形象顾问，两个人白天一起工作，晚上一起逛夜市，过着甜甜蜜蜜的小日子。前2天他们还特意飞回上海来看我。玉山挽着百祥的手，笑得比蜜还甜。丽姐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遇不到百祥了。玉山感激地对我说。我笑着摆摆手，缘分这种事情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。你们能这么幸福，是你们自己真心相爱的结果。是啊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。虽然中间经历了那么多波折，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幸福的在一起了。我常说，婚姻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表演，而是柴米油盐的日常。能在患难中互相扶持，在生活中互相体谅，这才是最珍贵的爱情。好啦，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能像玉山和百祥一样，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，白头偕老。丽姐要去见下一对缘分了，下次再见了。